2个1件，1个2件，2个2件，一共800多块钱，我记得是。这还有平台服务费呢，一个3块多吧，好像我记得。收的啥呀？不知道。就是平台，这不有个问号吗？你挪过去知道收的啥了。技术服务，支付技术服务。那不缴纳保证金呢？没说要缴纳保证金呢。他这个缴纳保证金就可以那啥了。啥呀？就可以加入精选联盟了。那还得有分呢，那不只是要交保证金。是啊。而且保证金要交多少呢？也没说呀。500。去缴纳。我记得是500。那充哪个呀？这俩哪个呢？我先不找。在干嘛？没干嘛呀？哎，搜同款哎，暂停可以搜同款了，就可以出来耶。图图在会中吗？是的。芝麻小说是谁唱的？啊，那首歌是合唱的。合唱的。你去佛山。然后呢？终于等到我，你们把那个账号名字改一下，要不然我都记不清谁是谁。打工，所以呢？他可能想前任了吧？他发的那个东西。啥呀？什么别人头发长了之类的。感觉我老婆失恋了。那个文案就是从网上摘的。滚吧你！那你滚吧。到时候希望能见到你，见不到。你滚吧。很多镜头摄影，谢谢。为什么？不为什么呀？你想见我，我就得见你啊。什么缘由呢？失恋了，对，失恋了。失什么恋？失恋？一共绿豆一共是14集，还有2集，但是2把刀不剪，所以这2集可能够呛。台湾可以买到吗？台湾
你联系二把刀，联系二把刀看看二把刀那边能不能海外。反正香港能买。台湾应该也可以。我得看看台湾。台湾好像也可以。对，那你就找那个，你就搜那个二把刀，你搜二把刀的微信，然后你就加他那个，加他加他那个，就是搜他的抖音，然后加他的微信购买就好了。抖音主页的简介有我微信。对。谢谢杰克的你最好看。让幸福结束的晚一点。我们就过年了，就是想那个啥，想那个休息休息。绿豆在哪里看？在 B 站，在 B 站和油管啊。海外咱们就在油管上看，然后那个国内咱们就在 B 站看。把 iPad 帮我拿过来，老婆。再给我来。啊，你用啊？那我以为那个放在那儿呢。没事，你帮我那啥，来凉一点的水，喝一点水。切到我这哈，你看，是不是胖很多？我一直也不瘦，油管和 B 站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内容是一样的。欢迎开心每一天大哥，谢谢。冷不冷啊？你在这坐着？不冷，让叨叨来播，是不想看我是吧？不想看我你就去死。更新了吗？臭宝没更新啊，没更新。13集什么时候上线？不太确定啊，不太确定。14集是大结局，14集大结局。第10集叫《晚星》，那首歌是收费专辑，收费专辑。那首歌可能就是只有真心喜欢百里的音乐的人才有机会听到，因为那个收费了啊。然后我们的那个我的第二张专辑也开始预售了啊！如果大家想要专辑的话，也可以加二把刀的这个抖音里边的简介里的微信，然后进行预购啊。然后这一次的专辑比上一次做的稍微少一点，这次是200张。如果想要的话，就赶紧去预定一下啊。这节课的真好看，你最好看。专辑的有什么东西？有 U 盘，还有光碟，还有歌词本。U 盘、光碟、歌词本，歌词本就是一些剧照啊。谢谢饮水机的粉丝灯牌，谢谢文熙的这个是什么礼物？这个为你闪耀啊！加那个你们就搜二把刀，然后看他那个抖音里的主页的简介，然后加他的微信啊，加他微信进行购买啊。
想买专辑的朋友啊，这一次的绿豆的所有的原声带的插曲、主题曲啊，都会在这张专辑里会有啊，包括之前的《在意我》和合唱版的小说，也会出现在这张专辑里边啊，也会出现在这张专辑里边。这就弥补了有一些朋友没有买到第一张专辑，第一张专辑里边就是在意我和合唱版的小说啊，这个音源一直大家都没有。如果你没赶上第一波啊，没赶上第一张专辑，那你就第二张专辑里边就会有这两首歌，在意我和合唱版的小说啊。是用留声机版的唱片吗？留声机是什么？我不知道留声机是什么，就 CD 啊就是我不知道现在叫什么，叫 VCD 吧还是叫 CD 啊？CD 就那个光碟啊，黑胶没有黑胶啊，没有黑胶，我的这个音乐的水准还配不上黑胶这么洋气吧。对，这次是有在意我这首歌啊，因为就是在意我这首歌，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找不到音源啊，所以我们这个在意我的音源主要是在第一张专辑里边啊。芝麻好看，绿豆也挺好看的啊。二把刀没去健身吗？他5点多去健的身，6点多就那啥了，就结束了。喜欢图图的支持下，谢谢熊和二。今天是黑白配吗？不是，这一次准备回深圳还是？我没有具体打算，因为我今年本来我这2年的计划就是把那个北京电影学院读完嘛，但是这个可能自己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然后近1年的任务就是把身体养好，也没给自己安排什么工作呀，没有什么计划，然后就可能这1年都是旅居多一点，可能去各个城市，也可能在惠州，反正就是6月份拿毕业证，然后剩下时间就不太确定。U 盘里也是专辑里这几首歌吗？是的 ，U 盘是主要是方便大家没有 CD 机，方便大家可以在车上听啊，在这个音响上听啊，包括在电视上听啊，包括在电脑上听啊 ，U 盘会比较方便一点。但是你像有的有 CD 机的，它这个在 CD 上听也可以，但是光盘这个东西呢，它其实就是纪念意义会多一点，实用一点还是 U 盘会比较，是无损的啊，是无损的。我老婆在那趴着呢。我们这一次专辑会附带随机的明信片，就是我们可能一共有20张左右，20个版本的明信片，就跟开盲盒一样，你们不一定会开到哪一张，然后我们签名也会给你签到明信片上。那明信片的尺度会很大吗？不会啊，就是我们之前挑的那些。哦，我还以为会很大呢。会有你的屁股的那张照片吗？你要想放就能放。咋购买专辑？加那个2把刀微信。那个是隐藏款，就只做1张。每个人都有微信吗？没有，就2把刀有。我们也不火啊，也没人看我们的明信片。
专辑封面会是本人照片吗？不是，专辑封面不是本人照片，专辑封面是二把刀和我的一张剧照，但不是说特别的那种夸张的那种剧照，不是那种亲亲抱抱，是两个人在打闹的一个剧照。所以你买回去你也不用担心说怕出柜之类的，不太会啊。不是绿豆那张。我们的明信片就可以打一些那你现在就打距离比较亲密的那种照片。你就把那个咱俩追赶的那个打出来，然后让大家看看。你现在就打。这咋了？连那个芝麻，不是连那个就是那个小米的那个蓝牙。你不怕啊？这个拿过来我给你整。就这样。你有那个小米那个是不是？就这样是吧？电呢？什么时候更新？可能看二把刀心情吧。二把刀不剪，我没办法。老婆闲吗？我老婆不闲。我不放弃爱的勇气。我感觉反了。没反。你们日夜颠倒了，我们也没啥事儿啊，管他日夜有什么区别吗？就没太大的，就是什么，对，不上班主要就是数钞机。是的，等我赚钱了，每个人看我直播，每个人发100。等我赚钱的啊！谢谢心源的关注。那你怪大方，我的妈呀！我出了名的大方好吗？你一定会报复，谢谢。是我们我承载着我们共同的希望。你俩都帅，好般配。谢谢。怎么添加呀？扫一扫能扫哪儿？这没扫的地儿。扫不了哪儿，你得把蓝牙打开。这蓝牙没打开。我是没打开蓝牙。不是，他的也没打开。这蓝牙怎么打开？打开了。哎，搜到了。选择 WiFi。8个8吗？二把刀是个霸总，他经常霸道的占据了我的身体。我给大家形容一下那个二把刀每天早上起床是什么样的。要学吗？我可以学吗？学呗。
我没有那张照片里。要学是吧？老公想要，我没有那张照片。老公想要，我好想每天都被你。什么？都被你什么？打这张吧。不要，你就打这张，赶紧的，人封面，人要看封面。这张吗？我给你发那个版本，那你这不尺寸不是不对吗？你赶紧的吧你。你这个尺寸都不对呀。没事儿。被冲撞，是的，我打呼噜啊，主要我俩打呼噜是我比较响，而且我是那种呼吸暂停。我俩打呼噜其实是我比较严重，他还好，他起码他会用那个洗鼻器洗。那天他不在的时候，我用洗鼻器洗，没呛死我。你都不会用？对，我感觉我感觉我被淹着了。你是不是没放那个生理盐水啊？放了，就是不会弄啊，感觉我溺水了。就是这样。行。二把刀会反攻吗？他不会，他现在享受做零的状态。他现在已经就是，之前还会想反攻，现在已经放弃了，就觉得说。因为你不让啊，我就问我不放弃。你还有逞强，你每天早上可不是这么说的。我告诉你，现在就是我怕直播又疯了，我要把你实际的情况给大家表演出来，就是。那我不得干一行爱一行吗？那你要不干一行不爱一行，你怎么享受呢？装？我就希望你实话实说。实话实说，就是做零也爽，做一也爽。我们那次在那个就出了酒店，正上那个电梯的，然后就被人认出来了。这边还有一行呢，一共4层，这要住。可攻可守，你们别给他寄予太多的厚望啊。我们到时候签名就签在背面。签背面干嘛呀？你神经病啊你！签正面啊？你这不是明信片吗？啊，我们明信片是随机的啊，就是你们如果拍那个专辑的话，我们会随机送一张明信片。如果你们要想收集齐整套的话，那要买好多套。这个一是一张那个明信片，另外一方面呢，它是我们专辑的封面啊。我们专辑的封面是这个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对，我们会打200张明信片，到时候会随专辑附赠。对，支持专辑的封面也是明信片啊，都可以。为什么是这张？因为这张很俏皮啊。然后我们的明信片也有隐藏款，就是非常稀少的隐藏款。有签名明信片吗？你们如果要签名的话，我们就签到明信片上，我们就不签在专辑上了。会图签吗？图签，我可以图签，但是你们要明白一点，就是我们所有的专辑啊，它都是有塑封的。如果说你们让我图签的话，就不能签在封皮上了。我们就签这上面就行了。那你这个是放在里边的呀？你放在专辑里边，你能封进去吗？就随专辑一起发给他们就好了。哎，行啊。有的人不要明信片的。我们签名都签明信片上，每个人都送明信片，都送明信片。那我打印的钱多贵啊！那算了，
你知道这一张打印纸多少钱啊？几块钱吧。对啊，还有隐藏款是，我本来是想打印200张明信片，然后可能隐藏款也就只有2-3张，很少那种。我觉得专辑应该用阳光那张，阳光那张有点太张扬了，因为一般有的人买完吧，就不好意思放在家里，被家里看到就觉得说这不已变相出柜了吗？所以我们用了这张还好说点，这张如果说就是这个专辑放在那个家里的话，但那个家里人也不会太去怀疑什么东西，明白不？我们之所以用这张，其实就是就是考虑到大家不想让大家就是有出柜的一个风险明白不？可以出2个版本的封面，别搁那提意见了啊！这2个版本封面那不得花钱吗？隐藏款有没有伸舌头那张？没有。可以做啊，如果我们可以单独给你拍一张舌头，然后这个封面就是2把刀的舌头。你们可以单独拍一张，不要过度亲密，然后阳光洒在脸上最好看。不用单独拍，我们有之前拍的有没用的素材，但是用上的话可能不太好。就是因为我们明信片是随机送的，不一定送给你哪一张。这是小米的那个打印纸。小米的打印纸好，对，小米打印纸不容易弯。我之前买的小米的它就是比较好，然后买其他的就特别容易弯。签名签在哪儿啊？签在那个签明信片上。对，照片上。这个照片上。对，然后我们就不给你们拆那个 CD 的包装了，就签在明信片上了。对。我们明信片是随机送的啊，不接受指定明信片，除非你买的很多套才可以指定你要哪一个明信片。别听他胡说，买也那个啥，买也就别买那么多，买了你们也浪费那钱。买了送人呢。之前那个台湾粉丝不都是每次都买10张，就送人送完了。我希望大家还是真的需要才买。对，量力而行，不要那个。因为其实我们专辑其实有一点点小贵，知识嘛，现在就是大家为知识付费的习惯还没有，但是其实我们做一张专辑其实是很费钱的。光录歌一首都得好几千块钱。还不包括编曲啊，还不包括就是封面啊、写呀、你为这个消耗的脑细胞、掉的头发，对，我然后们卖这个吃的宵夜，基本就是回个本儿。回个屁！你回不了本儿吗？回不了啊！你总共你多少本啊？你回本儿，光盘和 U 盘都有。200成本都不够吧？成本是够的啊，因为毕竟是自己负责了好多工作。那这个相纸还得再买一点儿。能不能卖出去？你天天买这个买啊，得看人预定再买。现在预定的差不多有50张了。所以呢，还骄傲吗？会好起来的，谢谢。预算300，妈呀，周杰伦都没300，我可不敢，老打击人刀。他有的时候那个把事情想的会比较简单一点。T 恤咋卖 ？T 恤是那个79一件，也是加2把刀的微信。或者去那个抖音商城下单，看我新发的那个抖音，
正常明星200多，我是不正常的明星，我不算明星，学习一下熊猫堂定价，熊猫堂定价应该比我便宜吧？因为他们的那个粉丝基数比较大，所以他们就是制作的会比较多一点，不像我们，可能我们每次就是因为制作的比较少，然后单价会比较，制作成本会比较贵，比较高一些，而且就他们是有公司嘛，我是个人，会可能比他们要贵一点点。go go go go， 嘟嘟嘟嘟，帮我把那个充电线拿过来呗，宝宝。又拉屎呢？那天除了拉屎就是尿尿，除了拉屎就吃饭，要不就睡觉。人生3大项。你找他找不见，拉屎呢？出门之前拉个屎，回来拉个屎，睡觉之前拉个屎，早上起来拉个屎。出门在外也要拉。对，出门在外也要拉。今天拉屎，那个买纸花了2块钱。拉干净怎么让老会在群里通知吗？可以，这次专辑一共7首歌加上几首那个指弹的那个就是那个 BGM， 就是你们听到那个什么在意我的那个指弹版也会有，但具体几个指弹那个纯音乐的话，我也不太看2把刀，但是是7首歌，7首歌。里边还会有这个合唱版的小说，包括在意我的原声都是新歌，对，2把刀弹的嘛，是的，2把刀弹的。别搞不帅更冷漠。专辑你就加那个2把刀的微信就好了啊，你就加2把刀的那个微信，你搜2把刀的主页，2把刀的那个抖音主页，然后上面有微信，你就加他微信就好了啊。我刚刚自己在看小茉莉，不知道绿豆啥时候更新，绿豆随缘，绿豆这个播放，因为就是刚过完年，我们在调整，而且就是因为大结局制作会比较麻烦比较麻烦，因为这次还涉及到了那个特效，所以就是现在也没太多头绪，慢慢剪吧我只能说慢慢剪，反正最后2集了。对，就剩2集了且看且珍惜啊！下一次我拍还不知道啥时候了。AE 是现学的吗？我们不是 AE， 我们是达芬奇我们用的是达芬奇，然后特效是用的 AI 没有用 AE。主播哪里人？主播是黑龙江人。穿越回来是大结局吗？对，他肯定得穿越回去嘛，因为他是个穿越剧，肯定得穿越回来后边看啥？那其实大家就可以多支持我们的专辑和这个衣服，我们就有钱去拍下一部了。土豆是在北京学编导吗？我不是在我是在北电学习，但是我不是学编导，我是学导演编导和导演不是一回事儿
黑龙江人都高，我不高。我其实还算可以啊。毕业后的第一部作品，应该今年是不可能了啊。深圳还在惠州，我们在惠州。毕业设计没有毕业设计。高不帅个冷漠。对，我是进修班啊。高富帅个冷漠。综艺节目什么时候上啊？我没有说我要拍，我没有说我要上综艺节目，我只是说想拍。读一年是的，偷偷是一也是的。有大树飞吗？拍两个人日常生活日常不拍。接下来就让二把刀一枝独秀，我要休息啊。我拍一部作品，我得休息2年，差不多。我差不多得休息2年，很累。我只能说，就拍东西其实很累，我不愿意给自己那么大的强度啊。广东路过，编剧编2年。编剧好编，因为我所有的剧情都是我自己的生活，都是自己的生活，所以不用什么编剧啊。耗时了3个多月啊，就绿豆耗时了3个多月，前后后啊，断断续续，他没有说集中的拍。高富帅个冷漠。完成一首歌大概多久啊？完成一首歌，正常那我觉得那我就没办法说了。就是写一首歌呢，我觉得这个是你得有想法，有情绪，然后你有诉说的欲望，这个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第二点呢，就是你有想法，你有情绪，你还得修改。修改之后呢，你需要编曲，编曲可能稍微快一点，编曲大概半个月左右。然后编曲完了之后，你就去录歌啊，找时间去录歌。录完歌等那个修好了，那个，然后你就拿出来，然后制作那个歌词什么的啊，快了啊。音乐也是自学的吗？我上过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啊，我是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的一名，曾经也是在那边。一名高材生。谢谢开心每一天。谢谢开心每一天。是不是二把刀补拍了很多？是的，他最费事儿。选角色很费事吧？选角色还好吧？我觉得，因为我们选角色不太严谨，有的不合适拍戏的我们也选了。我觉得这个选角还好说，最主要的就是拍摄周期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剧情反而是先拍的吗？不是，第12集是后边拍的，是最后拍的啊。叨叨为什么杀了3次？因为叨叨，用我们东北话就是叨叨有点不不愣愣的。不不愣愣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就总觉得自己演的不错，但是其实演的特别垃圾。难道不是因为我的戏之前都没有好好？不是，就是都没有他是那种好好写就是吗给我他是那种就是明明自己演的一般，但是他觉得他演的特别好，然后也不需要别人指导，反正就有一点点活在自己精神世界里边。也没人来指导我呀。就不不愣愣，这一瓶不满半瓶逛的，先写歌还是先写编曲？不是，我再给大家普及一下，编曲是编曲，作曲是作曲，旋律跟作曲是一回事儿，编曲跟作曲不是一回事儿啊。就是你是问我先有旋律还是先有歌词？我可以回答你，什么编曲什么的，编曲呢是在后边啊。其实6月份就应该拍完了吗？严格意义上其实是这样啊，就是因为就可能演的不太满意，然后就需要补拍先有歌词吧，先有想法，就是你先有诉说的欲望。就比如说你这首歌，你得先想主题呀。就是我一般写歌都是要不就失恋了，要不就是再恋了，要么呢就是很憋屈，要不就很想念，就是它得有一个情绪。先有和声走向，还是先有旋律？他们其实就是想问先有旋律还是先有歌词。和声走向我也不是说先想和声走向，我是那个录歌的时候才会，用那个制作人才会帮我想和声啊。这个背景框架是什么？这个背景框架就是我当时，跟一个人分手了，然后就很难受，喝了酒，然后到小区里边，然后我就看着我们一起走在小区里的一些回忆，然后我就特别特别的激动，然后我就坐在小区的长椅上，然后我就放声大哭。然后那天月亮非常的亮，星星也非常的亮，然后我就哭完了以后，我看了一眼天上的月亮和星星，然后就非常的，就是情绪控制不住啊。对，就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这样的。给二把刀唱的歌有吗？有啊，黑刺猬。你后台正放哪首？最后我们也没有在一起是吧？一个前任一首歌吗？差不多吧。基本上就是让我会记忆比较深刻的人，我都会写一首歌，但不一定是前任，有的就算是前任也没有歌，而且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写歌其实就是一种发泄，一种情绪的发泄。它
有的时候你可能就不需要发泄，你可能就因为生活呀，你就冲淡了这种不好的那种情绪，但有的时候可能就得写出来，会舒服一点啊。分了再复合岂不直接两首歌？还是看感受？是的。黑刺猬的调比较平，那你就去听那个李娜的歌，你听韩红的歌，你去听一些就是什么那个左手指月，有很多歌手的歌曲供你选择，就没有必要就是说一定说你要求别的歌一定是什么样的啊。那不可能所有的歌都是那个特别大的起伏，音调特别就是高的，音域特别广的那种，对不对？就我写歌可能也是取决于就是我平时爱听什么歌啊，我平时听的也就是比较平啊。最喜欢自己写的哪一首歌？最喜欢自己写的哪一首？最喜欢自己写的哪一首？应该就是《越来越像你》吧，啊。所以最近没啥情绪写歌吗？没有啊，我最近写的2首歌都是给二把刀写的呀，一首是跟着我走，一首是那首歌叫啥来着？风筝啊，一首是跟着我走，一首是风筝，都是给二把刀写的，因为我认识二把刀之后，然后写的。想要平静的说出一些逗人的话，大概多久可以自己不笑？你的意思就是刚才我就是不笑是不是啊？合唱版是跟一个叫志伟的一个人，他曾经也演过我的戏，跟我回家第3季的那个小志啊，他叫小志啊，跟他合唱。对，那个最近在意我，其实我没想到在意我会被这么受大家欢迎啊！我不觉得在意我有多，就是它的旋律也没有说多抓人啊，但是大家喜欢我还挺开心的啊。有给龙二写过歌吗？我没有给龙二写过歌，但是我给龙二的那个就是我俩的剧情里边写过歌，就是那个那首叫《交歌》那首歌，《交歌》那首歌确实是我是为了那个小茉莉，好像是因为小茉莉，然后写的一首歌，然后就是脑子里幻想的是我俩的剧情啊。你好，我来自马来西亚。你好，黎约，欢迎你。礼貌有录音好听，是吗？那我记错了吗？是交歌里面的吗？那可能是我记错了。啥呀？他们说交歌是芝麻里的。不是，交歌是芝麻二里的。我都忘了，反正我记得交歌那首歌确实是因为好像跟龙二拍戏，然后角色里边的剧情。交歌是芝麻二里的。
那我其他的我没有为龙二写过歌了，就是当时好像，反正就是有一首歌啊。小茉莉什么时候发布啊？小茉莉那首歌叫《晚星》，也是在这次的收费专辑里边会发售，但是不在网络平台上，是免费的给大家听，那个是收费专辑里面的。如果过去的某一个瞬间片段中选取记忆碎片，图图最怀念的是哪一段时光的自己？最怀念的应该是开酒吧的时候的我吧，那个时候真的好风光啊，还挺好的，这个还不会掉，不会掉色，签上。那个时候开酒吧当老板，然后就觉得说，哇，我就觉得好风光啊，好多小鲜肉，好多那个小正太围着我，哎，呼风唤雨，我的妈呀！男人呐，哎呀，想想都开心。什么时候发布啊？你就加那个二把刀的那个抖音里边的微信就可以了啊。加二把刀的抖音里边主页里边的微信，你就加他的微信就好了。收费专辑会有数字版吗？什么叫数字版？就是网络版本是不是？不会有啊，不会有，我们都是实体的啊。我的朋友还在朋友圈炫耀和你的合照啊。这都是实体的啊，实体收费专辑。哎，我发的信息都看不到。不要盒子太厚占地方。上一个会盒子很厚吗？这个叫乐乐乐，我感觉上一张你买了吧？反正我对你这个名字可能有一点点印象。你是会觉得上一张会有点厚吗？我发的话都发不出来，那我就不发了。不遇见或者是放过我。每次周边我都会买。上一次的如果你觉得厚的话，这一次应该跟上一次差不多。占地方。你真的喜欢我的音乐吗？你居然觉得我的实体专辑会占地方？平时垫个桌角也可以呀。什么热的那个菜呀、什么的，怕那个把那个桌子那个烫到啊，都可以垫一下之类的，很实用啊。那烧火的时候引不着的话，这个也很好燃烧，对。啊，盖泡面是的，是啊。他怕是神鬼不好，平静的调侃自己，这还好吧。直播不就是说说笑笑吗？你太认真了，大家都听睡着了。我经常直播，然后100多人在线，然后一个不说话，大家困得滴了打撒的。
老婆那个冷兔星君在群里问了，你回复一下。啊，听着睡是啊，带着大家睡觉。最近咋不连线了？就没有太多的精力啊。现在图图话会多一点，现在图图话会多一点，脾气更好一点。恋爱嘛，恋爱的人会爱全世界啊。就不恋爱的时候，可能就是一沾火就着，但是恋爱的人真的会爱全世界。对，不怼人了是吗？偶尔也怼，就是对象惹我生气，我就骂你们。胰岛素都用上了。这不是送午饭吗？它抄袭的一个游戏。怎么送午饭还跟中国的武将一起打呢？好卡咋的了？没咋的，我没卡呀。你们卡了吗？真的是恋爱的人爱全世界，是的。你脾气不好，你对象都不给你处对象，你还是得是龙你给我盘着，对吧？你装你也得装到那个俩人平静期，就平淡一点。现在就是都是彼此的形象大使。啊，刚才卡了一下，好。现在叨叨是不是不咋发火了？我觉得他平时直播的发火的频率和他现实当中不成正比。他现实当中他不敢发火，他也是把自己的情绪都发泄在直播里了。那他现实他说不过我，然后他就说你们。我怎么可能跟我的家人们发火呢？我们直播纯发泄。你们两个是因戏生情吗？这个我已经说过好多次了。我会觉得说因戏生情这个东西吧，是辅助，就是反正我不承认是因戏生情，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拍戏已经没什么感觉了。就是因为我可能拍第一部戏的时候，因为我没拍戏的时候可能会被剧情影响，被剧组的关系影响，但是我其实拍多了，就对这个拍戏这个事儿吧，就没有那么大的被感染的那种状态了，所以我因戏生情不太可能。但二把刀会不会因戏生情？我觉得他也不承认。他也不说他会不会因戏生情，但我觉得我之所以喜欢他，我会觉得说是一个契机嘛。为什么怎么个契机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吧，我刚结束了一段感情，结束了2月份结束的，然后5月份我拍戏，上一段感情其实是我个人会觉得说。上一段感情挺孤独的，就是像一个人的独角戏。因为我上一段感情吧，对象可能年纪比较小，俩人没有共同语言，所以生活上也没有交流，情感上也没有那种互相的安慰和体谅。然后我
拍戏了之后，其实一开始我对二把刀也没有什么，因为我俩也不交流，所以就也没有异样的一种情绪。直到后来，他一直来补拍，因为他补拍，我们来演戏都是那种就是自费来。就不像你们想象的那种，就是演员可能会拿片酬来，然后大家来赚钱来了，不是，就是他们基本上都自费来，所以就是演员其实为这个片子也在做一些牺牲和努力，所以你作为导演的话，你就要感恩，你就要跟这些付出者搞好关系，所以那个时候就逐渐的就觉得说二把刀其实也挺不容易的，耽误自己做生意了，然后来的，然后就逐渐的就开始客气的说话了，然后互动也多起来了，然后就让我找到一种久违的那种，就是久违的那种，就是互相，就有个人能跟你说话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久旱逢甘露，对，反正就是一点一点的在滋润我干涸的内心，这小词儿用的。后来呢，就是拍完戏之后呢，我又听说他分手了，完了我又听说他是为了我分的手，后来我俩就在一起了，对，然后他呢，我觉得他是因为什么呢？我自己分析啊，因为他本人他也不承认这些东西，我给大家分析一下。我觉得他之所以喜欢我，是因为他早期他就看我的作品，他就看芝麻，所以他对我这个人吧，就是首先是没有排斥的，就是他因为他看嘛，然后他也喜欢我的剧，所以他会对我有一些对一个小滤镜或者小好感，但那个好感不一定是爱情。然后紧接着呢，就是我发出邀请之后，其实在剧组里边我们的关系也比较淡，他也没有说对我产生什么，就是因为他拍戏这个事儿吧，他周遭的人其实是非常不支持，甚至在打压他，但是呢，因为他大学又学的编导，他又是搞这个行业的，因为他大学学的编导嘛，所以他骨子里他是爱好这些东西的。那他在现实当中，身边的人不支持他，打压他，甚至就是不认同他的做法。但是他一到剧组的话，我会，因为我是个导演，我导演的话肯定就是要鼓励演员，就是要夸，要赞美。所以他在我这儿是既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儿，而且又能找到认同感，所以就这么下去。其实再加上吧，我在剧组里边可能也有一些人格魅力，或者说就是说白了他慕强，他看我在现场就是那种呼风唤雨那种，就是就是那种就是小领导那范儿，他可能就不行了。他就不行了，他就真的不行了。但是呢，他当时他也没意识到。后来呢，就是他回去拍摄，拍摄回去之后呢，因为他拍戏这个事情，他周边的人其实就已经就非常非常的讨厌他拍戏这个事情，就觉得拍戏这个事情可能让他就不务正业了，所以就会有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就产生了，所以他可能当然我这是猜的，所以他就那个啥了，他就跟那个前任分手了再加上我听说他跟他前任一直也是有沟通上的问题，他前任可能跟他的交流方式可能也一直都不太顺畅，所以就这么的，就是其实我的理解非常简单，就是
我希望找一个有话题的人，就是有共同话题的人。然后他呢是一直都喜欢这行，热爱这行，然后终于来了这行，然后在我这儿又找到了认同感，然后跟前任一直有一些问题，在集中的一刻就爆发了之后，然后我俩可能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俩真正在一起的时候，我俩都没有特别爱对方，就可能就是因为他说的再现实一点，因为那个时候我可能心里孤独，他呢分手了，所以就是两个人索性就在一起了。你们这样能理解吗？就是跟剧情没多大关系啊，跟拍戏的过程没多大关系，因为我们在拍戏的时候就是导演和演员的关系，能明白不？就是我觉得这个我俩在一起其实挺有缘分的，就是可能有就推着走，我们都是推着走的啊，被推着走。你们的前任那个都是男的吗？啊不，我的前任是拉拉。等了3周了，这周看看吧，都是空窗期，就是他分手的当天晚上，我就知道了，然后从别人口中就他们就传，就是说百里是因为我不是二把刀是因为百里才分的手，所以就传到我耳朵里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因为我分的手吗？然后我知道了以后，他分手了，我就说那这个时候他肯定需要有人保护他，我就问我说，如果说你是因为我分手的话，那咱俩在一起，我保护你，就这样，我俩就在一起了。叨叨是因为图图分的手吗？刚才你是出去拉屎去了吗？我在这块说了这么久，你听不明白是吧？我们说了将近30分钟了，完了在这又问我说是因为我分的手吗？专辑能安排亲签可以啊，可以啊，你跟那个二把刀说。刚进来，那你就不用进来，你出去。图图是个导火索。就我如果说站在他就是站在他那边，他朋友那边的立场的话，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我站在他朋友的立场，我可能我是这个立场，我给大家就是我现在不是我了，我是他朋友的立场。二把刀要去拍戏，行啊，他去拍吧。感觉他也想拍，他也想为这个剧，他也想为这个寂寞刀店做宣传，他去吧。反正百里我也认识，应该没多大事儿。去了，拍了，回来了。回来以后，我发现二把刀好像有一点点就是心不在焉的。完了，百里一直播，他就去人直播间里，人百里夸他，他就在那嘿嘿嘿笑。然后再后来呢，百里要补拍，在惠州补拍，行，那拍吧。哎呀，他现在回来以后，他拍完了以后，他衣服可哪乱扔，然后也不好好的那个，这个店好像生意也不是特别好，他也不着急了，天天就等着这个剧上，这个剧看着也，反正二把刀演什么，他的能力我也大概能猜到，他可能演的也不是特别好，这个剧可能也不该，想办法让二把刀赶紧就是说把心思放在开店上吧，又要不拍。好吧，那他去吧。感觉这2天我们吵架了，也让他去拍吧。反正我叮嘱他最后一次了。拍戏回来了，感觉拍了这么长时间，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然后我俩吵起来了，一定是百里勾搭的他。早就听说百里剧里边爱睡演员，难不成他俩已经搞在一起了？他现在不然呢？他怎么会分手呢？
一定是百里搞得贵。百里好啊，百里，我分手了，我恨死百里了，我应该去找百里。你们谁呀？谁呀？勾引我们家铜匠？就那种，就可能是这种想法啊。就是我的那种，就是如果是按照他的视角的话，他看到的可能是这个视角啊。但我觉得也能理解啊，确实，你要这么解释也说得通啊。土豆小剧场，导演有一公寓，对，他可能是这么想的。下一步就拍这个烂剧情，我们不拍了啊，我们不拍了，因为这个我其实是身体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可能要休息1年左右啊。太累了，是的，是，先休息休息，过后再说。如果说有好的剧情、好的剧本，然后好的投资人，我们再拍啊。我们拍一部剧，主要就是一是太辛苦了，二是太费钱了啊。下一部我要去演，我也要勾引导演，你勾引导演没用啊，下一部导演也不上了。跟200刀去健身吧，我打算就是更完这部剧，然后我就好好健健身，或者说我去海边好好游泳。我希望给自己找一个体育项目，就是让自己放松一下啊。因为我是特别讨厌健身的一个人，但我觉得要学游泳可能会好一点啊，就是或者说打网球啊之类的啊，都可以，就让自己动起来啊。对，羽毛球、网球什么的啊，但是羽毛球我不爱打。羽毛球听起来都是那种廉价的这个运动，对吧？咱们就是一定要就是特别洋气的，在那个就是网球场，就是假装自己是那个棒球小子，不是那个网球小子，特别洋气啊！没事拍2张那种就是抓拍的照片啊。这冰壶可以，冰壶啊，冰壶。洋气这个词听起来就土。高尔夫打不起，我听说高尔夫非常非常的贵，听说高尔夫是非常非常贵的啊。我女子花样游泳，我去女子花样游泳，行不行？让自己找点事儿做啊。游泳系。会游泳吗？不会游泳，不会游泳，我是怕水，我是怕水的人，我怕水怕高，那我就去跳水，我克服一下自己，我跳水去，对。挑战自己也是的。炸鱼队儿，就是让自己放松一下。我觉得我35岁了，明年就是我其实严格意义上我都36岁了。我36岁了，我天天拼的要死干啥呀？
对不对？就没必要，我觉得前几年拼的太狠了。别的不说，就是，我觉得百里在你们眼里应该算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努力的人吧。我觉得我应该有这个标签吧，除了什么潜规则演员这个标签，爱吃小孩这个标签，会不会也有那种就是比较努力、比较上进、比较就是了不起的一个标签呢？比较会吵架啊，我是比较会吵架。我吵架其实还好吧，我说没有，你会生气吗？无所谓，无所谓，你们说啥我都无所谓，可以随意的说。现在是不是不喜欢小孩了，喜欢同龄人？我现在看到那种可口的那种小孩，我还是会点赞。不用脸。我就点点赞就好了，对，因为，没想做什么东西啊，对，只能流口水，不会流口水，啊。也喜欢成熟的了，我肉体还是喜欢年轻的。这有人吃小孩，大圈审美，对我觉得我算是肉体育生，我喜欢的是肉体育生，就是我不太喜欢大维度的那种纸包肌，我喜欢肉的体育生，但肉的体育生又不能维度特别大的那种体育生，啊。肉的体育生，你们可以理解为，你们也那个啥，你们也跟我喜欢的类型不一样，跟你们说你们也不懂，你们喜欢的是那个海拉阿木，你们可能喜欢海拉阿木，喜欢那个刀郎，完了这个不行，这不行。对，现在我直播间里应该有好多人喜欢刀郎的。大硕呀，大硕，不 OK，大硕不算是体育生，他没有什么健身痕迹。2002的第一场雪啊。我喜欢这种，给大家看一下。我喜欢这种长相。
拿着吗？拉黑。哎呀，这都是节目效果，干嘛呀你？节目效果，最不要脸。大家看我的点赞，真恶心呐、前段时间刚给你取消了900多个点赞，现在又一满屏了。取消点赞有啥用啊？你取消。取消点赞加拉黑，怪不得我都刷不到他们了。这什么都吓一跳。没有一个有胡子的，对。有的人就说我那个潜规则2把刀，我其实这个跟我喜欢的类型不太一样啊。这个还没有你壮，我不喜欢壮的。这就是因为2把刀，我跟2把刀有就是瞅对眼了，所以一切标准就是可以不一样。但是其实我标准喜欢的是喜欢这种。那是你被潜规则了，终于有人知道我的了，终于有人知道详情了。都说我潜规则，大家都说我，你知道吧？对我潜规则是你的荣幸啊？对我潜规则是你的荣幸。对，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是哎呀，啥也别说了。后边什么时候上？这周差不多。这周差不多，看2把刀剪不剪。对，我其实喜欢的类型其实不是2把刀这种，但是那你说2把刀跟我在一起，就是我觉得我俩在一起性格呀，包括心理啊，我觉得超过了这些表面的一些东西了。我们在一起，不就是彼此的家人？所以我俩在一起，我觉得也第一次跟这样的外形的人在一起啊。
也是图图的心声了。反正我基本上跟我，其实很多时候你不太会跟自己什么天才什么在一起。我觉得在一起还是缘分吧，缘分。那首歌在哪里可以听到？在实体专辑里边可以听到啊。这实体专辑是这你要加二把刀的微信才能购买。你可以在群里问一下二把刀的微信，然后加一下二把刀的微信啊，加我们的群。你跟你天才类型在一起过吗？在一起过，但是不长久。就是跟自己天才在一起会有点自卑，然后就不太会处理关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真的跟你的天才在一起，其实是不太会处理对，就是会手忙脚乱的会把关系搞砸。你跟我在一起那会儿不也自卑吗？我跟你在一起自卑什么？那个时候是哎呀装的。新专辑要发布了吗？大家可以预购了，因为这次只买了就是只做了200件只有200本自卑那啥吗？不是，就是不是说自卑，是你太过于对这个人有滤镜，所以你做什么事儿都会想很多，然后就不自然就会搞砸。每天都睡不醒的小杨，你加我们的那个粉丝团，加我们的粉丝团，然后你在粉丝团里边，粉丝群里边，然后你问一下，然后就对，小心翼翼的，是的，做很多事情不敢敞开了做，然后你就失去了你这个人的人格，所以你怎么做你都做不好。我之前有尝试过跟自己的男神在一起确实是。谁呀？你男神谁呀？男神是谁？我的男神又不是说特别有名气的人。这是谁呀？谁你也不认识啊？你说了，说不定说不定还是我粉丝呢。浩浩不是浩浩，也不是龙二，我们在一起拍戏不会也有图图不敢说，不是我不敢说，是我说了大家不认识啊。我曾经跟一个人在一起，然后我跟他在一起1个半月，我发现他是一个拜金女，然后我就跟他分手了。然后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好喜欢他，然后就后来就发现他是拜金的，然后他找我借钱，借了3万块钱，我都没，就是我借完钱我就跟他提分手了，然后那钱我也不要了。就是你可能很喜欢的人，但是逐渐的他就现原形了，其实你没有办法就是处理这种事情，你就是赶紧撤退就好了，就赶紧结束就好了。那个人我很喜欢，然后现在好像在成都，然后好像一直也没啥正经事儿。你咋整？你说有一些人他借钱有原因的呀，一定不好吗？就是在一起一个半月的时候，找你借了3万块钱，你觉得这是正常的吗？我如果说我说话大家信我的话，如果说跟你在一起1个半月的人找你借3万块钱，这一定是不好的事情。如果大家信我的就一定跟这样的人说再见。
你不要问什么原因，没有那么多特殊原因，他只要跟你还不在一起不稳定的，然后找你借钱，这个人就已经出问题了啊。如果没有上赶着还，就是不好吧。钻钱眼子，就是他就有点原形毕露了。稳定了借钱也不咋地，是的。但稳定借钱，我觉得我是那种什么样的人，就是我不喜欢别人找我借钱，我身边的朋友不找我借钱，我对象也不找我借钱。我觉得对象之间不要借钱，你需要什么，我们的关系到那个份儿了，那我给你。对，我不希望你找我借钱，你借钱好奇怪，借钱就说明咱俩的关系没到那个份儿，然后你借了，这个其实他借的这个事实就不对了。等真到了一定的关系，我知道你缺钱的话，那咱俩有商有量的，这个钱你就拿去用就好了，明白不？不要涉及到借，我就借，你就像一般借都是没那么稳定，然后就找你借钱，这种就不太好。我可以给大家讲，讲这个经历啊，我给大家讲过这个经历，我给大家讲过这个经历，就是我曾经遇到了一个，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然后知道我在深圳开酒吧了，然后他就来给我捧场，我北京的朋友，然后我在深圳开酒吧，他正好来，他是做娱乐行业的，然后他来深圳出差，然后就想来支持我一下。然后他就来了以后，然后他就带了一个人，那个人戴着帽子，然后长得，一开始戴帽子，再加上我散光特别严重，晚上的时候我散光，然后看不清人的。后来他在我酒吧里边，然后就把帽子摘了以后跟他摇骰子，我看了一眼他，我觉得他那个时候感觉就是惊为天人啊。现在想想，他其实长得也算是在圈子里应该能是80分90分左右的那种长相，然后就跟他认识了，然后后来因为他就是深圳的嘛，然后他就知道我，因为他以前也是在北京，他之前也是在北京，然后他也是刚回深圳，所以他在深圳没事的话，他就来我酒吧里喝酒。后来呢，我就主动的每次他来，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都会非常的激动，然后酒吧老板然后就过去就是请他喝酒之类的。对，再后来的话，有一天我就约他去，因为我知道他特别喜欢周杰伦的歌，然后我就带他去 live house， 然后我就带他去听歌。后来也俩人聊了很多，但是也很尴尬。再后来我就叫了朋友一起来，就这样，就场合就不太尴尬了，然后就一起听歌，一起点歌。然后他特别喜欢一首歌叫周杰伦的《晴天》，然后再后来呢，他就来我酒吧，总来玩。然后那个时候有人追我，然后那个追我的那个人我不想搭理，然后我就去找他喝酒。再后来就大概认识了将近不到1个月的时候，1个多月吧，一个月左右，然后我就跟他，我就说那个挺喜欢你的，怎么样的？我说那个想试着接触，然后他说他考虑，结果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酒吧里边我要上台唱歌嘛，然后我唱歌的时候我就想把这首歌送给他，后来他下来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想好了，可以跟你尝试一下。后来
我俩就在一起了嘛。在一起之后，我就发现他其实是有点酒蒙子，然后他有点犟，就比如说他摇骰子摇不过人家，他有点急头白脸的。再后来呢，我发现就是他不愿意跟我约会。那个时候其实，哎呀，就是他其实他每天下班了之后，他有时间去健身，但你要说一起吃宵夜或者说一起喝酒，他就没时间。然后我那个时候就，那你说我就明白了，你说我这个江湖老江湖，我肯定明白了。我就说那实在不行，咱俩就不要在一起了啊。真的你也那个不太喜欢的就不要尝试了，对啊，就不要尝试了。都备胎，咱们说实在的，就是可能就是备胎。然后后来，结果我说那个，那我不跟他处了，结果他突然来找我了，来找我以后，然后那天晚上可能我们就关系可能就近了一步。然后后来再加上我去那个其他城市演出，他也陪我去其他城市演出，然后平时偶尔他也会来我家住之类的，所以就像真的谈恋爱一样。然后我就知道他喜欢泡澡，然后我就给他办了那个洗浴中心的卡，1万块钱的那个洗浴中心的卡，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品牌叫浅深的那个洗浴中心的卡，然后带他去买衣服，买了几千块钱衣服，7、8千的衣服，然后也会给他转那个红包之类的啊。那个时候其实就大概每个月能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可能也有钱，我觉得反正就是整体下来就处那么几天，花了4、5万块钱吧，花了4、5万块钱。然后后来就是那个就是过节了，就是那个过年了，小年。正常我们那个，因为我是做那个啥嘛，我是做那个酒吧，我是老板嘛。那你小年的时候，你就那个啥，你就得给那个员工包红包嘛。然后他就帮我包红包，然后他就在那个酒吧里边，他就老板娘了嘛，他有的时候他就在那个店里边，他就在那块看我给员工包红包，他就说我的呢。我说那个啥，我说这个给员工包的红包都是100、200的，我说不可能给你这么少啊，我说那个是先给咱们员工先发一发。后来就是第二天我俩因为什么事儿就有点矛盾了，然后后来他就哄我，然后哄好了。不是第二天吧？对，就是大概第二天的时候，那个我俩在家里躺着，然后他这个时候就看电视呢。看电视的时候，然后他突然就跟我说那个老公，我说怎么了？我想找你借3万块钱。我说干嘛呀？我没问干嘛。对，就我在床上躺着，他突然说老公，我想找你借3万块钱。然后我说行啊，因为当时就是俩人就在床上躺着，他突然说这个话的话，我其实我没有拒绝的那个反应，就是说好，然后就我说那我现在转给你，然后就给转了3万，转了3万之后，他才悠悠的说，他说我现在每个月工资是3万块钱，但是呢就是过年。家里过年需要钱，所以这3万块钱我想给家里过年的钱。我说知道了。然后他就拿了这个钱嘛，拿了这个钱，然后第二天我们是因为什么事就有点吵架了。然后他就来哄好我了之后，因为我这人就是哄好我了，然后我就那啥，就他说你不生气了吧？我说我不生气了。然后他这个时候把手摊开，他说
那我的红包你可以给我了吧？我明天就要走了。你还能哄好呢？啊，我咋没哄好过你呢？他就在那块哄我，然后我就在那块就是被他哄好了，然后他紧接着他就，我俩还在那块坐着，然后他这个时候他说，好了，哄好了，那我的红包可以给我了吧？因为他第二天他就回老家过年去了，大年就是那个好像27还是28，腊月27还是28，他就要回家过年去了。然后当下我就觉得说，好奇怪呀，我不刚给你了3万块钱吗？我不刚给你了3万块钱吗？怎么？对啊，完了又找我要红包，然后我那天晚上我就没睡着，他就在旁边睡觉，我就没睡着。第二天早上他就走了之后呢，紧接着他过年的时候他也没跟我说话。然后我特别尴尬，因为那年我是自己过的，然后过年大年初一我就跟他说，我说可能你过年在忙，但是我可能想来想去，我觉得说不太合适，我说那个要不咱俩就算了，我说那个钱吧就留给你了，我就不要了，我说那个我就不要了。然后他说他也好像也没回啥吧，他说哦知道了，好像是这么。然后我就想说，就这么着就完事儿了。结果呢，就是俩人就算分手了嘛。分手了以后，我再也没见到他了。后来呢，我跟一个朋友就要去洗澡，因为我们过完年了，然后就想着去洗澡嘛。洗澡，然后正好也是去的浅深，然后我就突然想起了我之前那个给他办了1万块钱的卡嘛。然后我是跟谁去的我忘了，反正我就问了一下前台，我说那谁，我说那个我有一张卡，然后但是不是我自己的名字，你帮我查一下那个里边还有多少钱，我能不能用？然后那个工作人员说，只要是你的手机号就能用，哪怕不是你的名字，你的手机号都可以用。我说那行，你帮我问一下吧。然后结果他就查，他说先生，我们查了一下，这个账号确实是你那个上一回充了1万块钱，但是呢里边还剩7000多已经转走了。我说什么叫转走了？他说那个转到成都那边的浅深去了。我说哦好，知道了。这他把那个卡他转到成都那边的浅深去用了。然后当时我就觉得然后后来因为过完年以后我们有共同的朋友，然后就看到他确实是去成都了他就去成都了，然后再去成都发展了，然后很多人还跟我说那个你俩不处了，我说不处了。确实是自己挺喜欢的一个类型，但是喜欢的类型不代表就是说合适不合适。然后我也没纠结这个事儿，确实是也有一点点伤心，但是没太纠结。对，是捞女。对，1个半月人家没偷没骗的。他这个如果说就是按照就是恋爱的角度的话，确实不算骗但是就是如果说你置身事外的话，觉得这个人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太着急了。我就说这个人太着急了你像2把刀一样，2把刀就潜伏半年了，多捞点再分手。你像他就是1万块钱的那个洗浴中心的卡都当个那个多大的那个恩惠似的，对不对？目光短浅。
二把刀，首先你看二把刀现在跟我在一起，首先，我觉得二把刀现在这个知名度已经打开了，对吧？他以后他想拍谁的剧，我觉得都有一些可能性了。第二点呢，二把刀现在学会了怎么开网店，怎么做网红，然后衣服也会弄了啊，然后这个工厂他也有资源，然后又认识了这么多自媒体的朋友啊，就是我的工作的团队基本上都是他在维护。他现在离开我完完全全可以了，他现在就差一笔就是分手费嘛，对，可以了，对。说啥呢你？合约一到期就走了，实在人。我现在也想要4、5万块钱。那不你手里没有4、5万吗？哪有4、5万呢？有多少钱？有个1、2万就不错了。就剩1、2万了，过年都给你家里了。你也没给我钱呀，中间。那咱们赚的钱呢？就是赚的钱呀，你没平常不花钱吗？好啊，到底赚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中饱私囊啊，我都转移到境外我的公司里了。哎呀，都运作出去了，私房钱是，怪不得梁宇能开公司，是的。啥时候更新啊？这周差不多。土豆咋赚这么多钱的？有一部分是拍戏。你相信我这么多年，你说我真的没少折腾，因为很多人他不了解我，就会问我一些特别基础的问题啊。你不了解我，你问我这些基础的问题，我就没办法从盘古开天辟地的时候给你讲起啊。我觉得我算是圈子里边特别能折腾的人了啊。你们有一个算一个，我觉得没有比我更能折腾了啊。叨叨是伏地魔吗？他没有弟弟啊，他伏个屁呀！我们在开玩笑，他压根儿就没有弟弟。芝麻已经过去几年了，5年了，5、6年了呗，5年，5年，然后上一部是小茉莉，这一部是绿豆，工作狂，喜欢工作，但也要注意身体啊。我工作起来是工作狂，但是我其实不想工作，就是我一般都是事儿来了我就得好好去做，但是其实我不想来，就我很恐惧做事情，但一旦做就停不下来啊。流水的网红贴他的图图，已经是常青树了，谢谢。感觉我是50、60的了，我是常青，谢谢你。我其实这是自己这么多年，就是再去做这些没有回报的一些影视方面的东西。其实最主要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就是想
就是喜欢影视就是你对这个行业是真的，就是你抗拒不了这个行业的魅力。其实我们在前期拍摄和准备的过程，前期准备还好，就是把它执行的时候会非常的痛苦包括做后期的时候，就马上要产出的时候，马上要面对大家的时候，也是非常痛苦。播出的时候就真的很爽就你们有观众其实就很爽有人去认同你在做的这些东西就非常爽。包括我们其实最爽的那种感觉是什么？不是说有人投资，是那些投资者真的是干干净净的在跟你说图图感谢你做这些事情，然后我想为这个圈子里奉献我们自己的一些力量。如果说你拍剧需要钱的话跟我们说那个过程是非常爽那个是非常非常爽的，就是哪怕他们不给你钱，你就听到这种话，就是被别人认可和信任的这种感觉。他们就是在一些就是深贵的一些人的眼里面，我们其实是他们特别重要的一群精神支柱。对，所以我逐渐有一点点就是特别是在拍跟我就是那个芝麻的时候，我会有点使命感非常有使命感知道有没吗？他们也在拍，但演员演技不太行对，导演可以，演员确实是差一点意思。但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想做那种就是没有那么沉重的一些东西这可能是导演的追求。就是你像我们做的东西吧，我觉得有点我觉得我们做的东西吧，其实有一点点就是太现实了，或者说太沉重了。他们做的东西吧，可能是符合他们对这个圈子里或者说对短剧的一些标准，所以他们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达到了他们自己的标准就可以了。对，所以每个剧的风格不一样。你像我最讨厌的一部剧就是《爱情公寓》这我能说吗？我最讨厌的就是《爱情公寓》，但是《爱情公寓》出了好几部，而且《爱情公寓》里就是粉丝观众是非常非常壮大的这个群体是非常壮大的。那你怎么说？对不对？那不是说你喜欢的就一定是标准，你讨厌的就是不好的东西，对不对？谁去定义这个标准？但我就看《爱情公寓》，我真的是看不下去的我觉得《爱情公寓》都没有临时同居，不是那个就是那个何小斗他们拍的那个就叫临时同居吧这是何小斗他们拍的那个，我觉得何小斗他们拍的那个都比他们那个有趣。这爱情公寓我会觉得说好尬呀，他们在模仿美剧的那种笑点，但是他们模仿的本土的东西就是非常不成功就是非常不好笑你历任对象也都挺有肉的。无心之果是无果之行说，我历代对象也没有说多有肉义务赞客对，他们叫义务赞客。对，我历任对象你见过哪个？我第一任是个猴，第二任是个猴，第三任是跟那个二把刀似的，
第4任是个狒狒，第5任是个狒狒，第6任是个熊。反正差不多啊。我喜猴啊，我这个其实我一直我都偏猴。你是0吗？我不是0，我是1啊。只有2任，我就说我接触过的，我接触过的，这不算是我的1任。我要是严格上按任来算的话，就2任，1任是那个小大夫出了2年，1任是2把刀出了半年了，其他的都不到3个月。预眼就是0，那你应该去修修你的眼睛。就有的人盲目自信，就觉得你能看穿这个世界，你看穿不了啊。就你对这个社会一无所知，你对我也一无所知啊。下一任傅文佩吗？这个叫用户94083701000837，你的笑话跟那个《爱情公寓》一样不好笑，好尬。电影里好看一点啊，那你就出去，你去看电影就好了。导演是专业的吗？我之前不是专业的，我现在也不是专业的，但是我去北电进修了。我不喜熊啊，我不喜熊。我觉得2把刀他现在也不是熊啊。如果2把刀要变成熊了，我就特别害怕。就是他每天去健身，其实我非常不认同，就是我不想让他去健身。我觉得他稍微再瘦一点，然后就是我不要求他有腹肌，但是我觉得他维度再缩减一点就更好了。但是他可能喜欢自己就是维度稍微大一点。我很怕2把刀变成熊，我是一点性欲都没有。就他现在就是有的时候我俩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啥的时候，我看他那个身材那个维度，我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的出戏，因为我不喜欢熊。2把刀不是熊，2把刀，我觉得不是熊。尽量不要让他变得凶但是他不可能为我改变啊！我觉得他喜欢自己维度稍微大一点少吃点不行。他吃不好他会跟我发火，他吃不好睡不好他会跟我发火。我们现在发火就是3点，要么呢就是他吃饭的时候，我不陪他一起吃他会发火，要么呢就是他睡觉的时候我不睡觉，然后打扰他睡觉他会跟我发火，要么呢就是我放烟花不告诉他会跟我发火。这能激发你内心保护欲，也是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对，放烟花他不允许。对啊，他特别讨厌我放烟花。老婆，你咋坐着呢？老婆，你那是啥姿势啊？老婆喜欢吗？
我给你们看的是二把刀现在他玩游戏的那个姿势，我没给你们看那个桌面儿，你们真的重点你们没看到，啥都给人看。他没看着你的那个姿势，他们看到的是那个电脑桌面儿，完全被桌面吸引了啊！都不来啊！啊！你们居然觉得二把刀是熊啊？我不觉得他是熊，我觉得龙二是熊，二把刀他算是肌肉男吧？我觉得二把刀，我觉得熊是就是脸上会很多肉，二把刀脸上其实算是肉蛮少的，哎。哥，方便透露一下，私自放烟花的时候，大脑会浮现的是谁吗？我一般都是看 Twitter， 二哥最近在干嘛呢？好久没看到他了。我也不知道啊。如果你真的关心他，你不会来问我，啊，你应该好好的去关注他。飞，你认为你是熊吗？我是蜘蛛猴，我是肚子大，然后四肢那个瘦，蜘蛛猴。你现在还背着叨叨放烟花？不会了，现在那个基本上我俩都有商有量。比如说他有的时候他想那个，完了他看我不想那个，他说老公，我说怎么了？我想那个啥，我说那行，然后他说给我用一下你手机，因为我手机有 VPN 嘛，他就自己看那个就是推特了，因为我现在好像就是。对，就没有太大的那个兴趣啊，所以大家都就不会偷。明明是熊还不承认，我是胖子呀，我是蜘蛛猴啊，我是蜘蛛，我肚子很大的。叨叨最瘦的时候是你的菜吗？我跟叨叨菜不菜，其实就是因为性格，就是因为缘分，不是因为外在，就是可能你们认为爱情就是外在，我觉得是内心。就我现在我觉得我跟二把刀，如果说不在一起的话，可能我遇到其他人不会这么合拍。我现在就觉得说我现在就他算是我这么多年接触过这么多人最合拍的一个，然后哎呀就觉得天安排，就是老天安排的，就是那个最合适的人吧，算是目前我接触过的所有人最合适的一人了啊。对，就是就挑不出什么毛病，就可能他最大的问题，他脑子有点不好，他脑子有点不好，他不够聪明。比如说他开车，我每次他开车的时候，我真的忍不住我要发火，气死我了。他一开车，我就觉得说，他不看那个左右后视镜，二呢是不打转向灯，三呢是他倒车的时候马上就要怼着了，然后他手脚也比较慢。但是你觉得马上怼着了，我觉得离得还远着呢。你看，就死犟。我都看着呢。死犟。
我可能就每次他开车，我就真的忍不住，就是，唉，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是他一开车我发火，我都觉得说买200刀要跟我发火，他要因为这个事儿跟我生气的话，我得赔礼道歉，我都后怕，我怕200刀跟我就是因为我发火跟我生气，但是200刀就是他也是嘿嘿嘿，他就在那嘿嘿，他没有生气，其实我就觉得说，哎，挺好，然后我就想着说，哎，谁开车不是这样开始的？对，你开车我不愿意说而已，我要说的话，比你说的还多呢。有的时候就是我凶他，我其实是后怕的，怕他发火啊，就是会觉得说发火就会，我不喜欢吵架，我是一个非常不喜欢吵架的人，有的时候直播跟观众吵架那是开玩笑，或者说就是节目效果，但我其实是最怕冲突的一个人了，我是最怕冲突的一个人。为什么我有的时候在直播间里跟粉丝吵架呢？因为我想通过吵架让大家知道事实的根本。就有的时候就是很多人都传说我剧组里我潜规则之类的，那如果有一个人在直播间里就是攻击我说潜规则之类的，那我就顺势的我可以把这些事情说出来，我就顺便我解释一下，我就是想这样。你就包括昨天还是前天那个汉克，他就一直在说那个什么什么这个那这个的，其实就是因为他曾经说过一个点，他说那个我之前勾搭过他的一个什么什么好友，人家不搭理我之类的，然后我就顺便把这个事情再告诉大家事实的真相嘛。有的时候是会这样其实不是真的想吵，那叫汉克的，我就觉得他吵架，他逻辑思维漏洞太多了，所以就是那个就特别无聊嘛。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他也知道，因为你不觉得就是那些黑粉啊，其实评论区里攻击那些就是你知道咱们的直播间吧，就很多时候就是评论就是那个就如果说有黑粉的话，评论区里会怼那个黑粉，但那个黑粉吧视而不见。你们能懂不？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是讨厌百里，或者说你真的是觉得百里不好的话，别人怼你的话，你会觉得说，哎，是不是我攻击错了？不是，其实他来的时候，他攻击我的时候，他就已经准备好被你们攻击了，他就是那个这叫什么？叫茅坑的石头了，他就不是他就是一滩屎了，他就是恶心大家臭大家，他就是那种他已经准备好了你要是我的话，比如说我讨厌一个人，我讨厌一个歌手，我讨厌一个事情，我说完之后，如果说大家都不讨厌，就我讨厌的话，我可能我就心虚了，我就不再说了，我不会再赖在这儿了。但是他不是对，我是那种就是及时会看那个别人周边的人给我反馈，他不是，他就明显的就是评论区里已经就是赶他走了，他还是那样所以有一些黑粉我就觉得那个人可能就是肌肉崇拜，喜欢200刀，完了200刀。他就劝200刀跟我分开，结果200刀不跟我分开，然后他连200刀一起骂，完了我骂他，然后他就开始骂我了，变态其实我现在我觉得我直播间里还有一些人就是会觉得说你配不上200刀想让你俩赶紧分开这个我觉得你们就是就是你可以私底下搞一些事儿，你明面上你搞不动对，明面上你可以私底下就是挑
我好奇，如果你遇到了一位很多方都能听脑内边缘的，会怎么样呢？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人，就是你大概的意思，无果之行，你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找一个各方面比你优秀的，然后能保护你、照顾你的这么一个人，你会什么感受？我遇到过这样的人，我会觉得那不是爱情，我就喜欢付出，别人对我付出的话，我觉得那是恩情，就是那不是爱情。哎呀，骨子里就是你就是大男子主义，东北男人就是会觉得说，哎呀，好有压力啊，就不太喜欢就是别人强过于你，保护你，然后怎么样你就是为你怎么样，就是哎呀，就没办法，就是骨子里是这样。就我觉得我生活当中，特别是我妈还有我姐，都希望我找一个就是对我好的人啊。但其实我尝试过，我不行。条件差不多的才能长久，条件差不多的遇不到。不求回报，我其实也会求回报，我觉得给我情绪价值就好了，啊，你就拿我当一个那个赚钱的那个直男牲口，然后那个你就忽悠我，我就为你那个发力啊，对，就是反正我们东北好像都是这样吧。东北好像，就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反正我父母那辈都是这样，就是老爹出去赚钱，老妈就是在家，因为那个时候东北孩子也多，照顾孩子，不都是啊？跟你搭档拍片那个人，好想你们在一起啊，龙二是不是？龙二不知道他现在在忙什么，我也很久没联系了。不要你上班，就是我们会觉得说那样才稳定啊，就是我就会觉得说，我跟二把刀真的是天作之合，就是现在就是二把刀，我现在唯独对二把刀2点不满意，一方面是他性格，有的时候他太爷们了，我会出戏，我会懵。他有的时候就是平时他是跟我撒娇的那种，他90%的时间他是跟我撒娇，他说老公好棒啊，老公想要了，老公那个咱们去吃什么呀？老公谢谢老公给我买这些好吃的怎么样？老公我好幸福这样，他90%是这样，但10%的时候突然就爷们起来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好陌生，我就不知道我在哪儿。他是谁呀？他就是这种，啊，他是会这种的。然后第二点，我就会觉得他身材太魁梧了，我也会出戏。啊，他是，就是如果有3天不健身的时候，我会觉得说那个时候他真美呀。啊，那个时候他真的美呀，他身材真好啊。因为基本上就是有一段时间不健身，他的维度就没有那么大了，我就觉得说好正常的身材呀，对，就有这种感觉。但是他每次就是练的特别大块，然后就是维度特别大的时候，我都出戏的。本质是一，他不是本质，是我觉得他有的时候他跟我撒娇，一部分也是演的。没有，都是发自真心的。没有个屁！我觉得他就是他就是在演啊。
他在旁边，在啊。对，情绪价值，对，是，肯定有一部分是演的，是的，我也是这么觉得。没演。因为有的时候我就说一个就是不太好笑的事儿，然后他就会在那块笑到不行，然后我都觉得他在假笑。老公给我讲就是觉得好笑。对。情绪价值给拉满，但是他每次假笑或者说就是在演撒娇的时候，我都觉得他好辛苦。神经病吧你！觉得他好辛苦，就是他懂事的让人心疼。是的，他不会演，记得打赏，我不会给他什么钱的，他一直都在说他没赶上我好时候。我充其量就是说我们这段时间要做什么事儿了，比如说我们要做衣服了，啊，因为我现在所有的钱都在他那儿基本上，然后如果说我们做衣服的话，然后可能我就说拿出一部分钱做衣服吧，就做衣服了。这个赚的钱也就是他的账户里边，我这边一分，就是我基本上我现在就属于什么呢？如果直播上，就是大家给我刷礼物的话，下了播以后我乖乖的给人转过去。我要是不转的，他就会提醒我，老公，我说今天收了多少钱？我说多少钱？我忘了，给你转过去。然后要么呢，就是说那个就是你们买衣服都是从他账户里边。就你们买衣服不都付给他了吗？就是我这边是不过钱的，偶尔过个钱，就是可能我这边因为就是你们看我视频，然后看广告的话，我也会有点分成，然后大概能有几十块钱，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私底下我就充点游戏啥的，大概是这样。所以衣服卖了多少件，专辑预定了多少本，我都不知道。一点私房钱都没有，就是我现在我会觉得说他不花钱，据我观察，他是不给自己买任何东西的。他可能都存起来了，但是我不知道，反正家里没有他的东西。然后逐渐的，我就觉得说我玩游戏是个罪过，然后我也不充游戏了。我到现在那个十尾带土都没买上。对，就现在就觉得说买那个东西，因为他也不花钱，那你花钱就好像就好像特别有罪恶感，所以我现在玩游戏也不充钱了。对啊，十尾带土我一直都没有。我火影忍者里边我最喜欢的就是十尾带土这个人物，能明白不？就是火影忍者这个动漫里边，我最喜欢的是带土，然后我最喜欢带土的时期就是十尾人柱力的时候，所以这个人物其实我一直都想买，但是我现在就又不想买了。你现在多少片？我一片都没有，因为我没抽。我经常就是我是攒不住钱的人，然后我经常就是手里有点金币啊，
然后可能充了点钱呢，我就买那个 B 人了，因为 A 人以上都会比较难攒，我就买 B 人，我手里有一大堆 B 人，我攒不住钱啊，因为 B 人大概就是5000金币就能买，然后买完就能用，我攒不住。基本上都是 B 人。孙贤这把刀意喻合意为，这把刀是那个我跟2把刀一起创立的一个衣服啊，就是这个品牌叫屠夫，但这个是一把刀的一个 logo。然后主要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想让2把刀也找到他的事业的归属感，所以就是做了这么一款衣服，然后让大家可以支持一下，然后让我们可以有一些生活，就是有一些收入来源啊。所以就是如果说大家想支持我们，觉得说看了这么多年剧，听了这么多年歌，都一直白嫖啊，心里良心不安，半夜睡不着觉，那你们就可以买一下我们的衣服啊，买一下衣服，这个衣服是79啊，79。然后这一次我们也做了那个收费的专辑，所有的绿豆这部剧的原创音乐都会在这里边，实体的专辑啊。如果说大家想购买的话，首先，最简单的方式，你就是加那个粉丝团里边，然后你艾特我或者2把刀都可以啊，然后就可以购买了。为叨叨寄深远，叨叨他不是一个会赚钱的人，我觉得叨叨前半生我不知道他怎么过的，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他每次跟我讲他过去的事情，我都听不明白。今年做什么了？就是去年怎么了啊？就是那种，就是他自己也想不起来他那个年龄段有什么记忆点，因为他就是普通的上班族啊，他就是普通的上班族，所以就是他也没有说自己创过业呀，或者说把自己的想法实现出来呀。他没有，我就是他人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算是他推行者啊，我就让他很多的想法呀，一些计划呀都落在实处，然后就是都执行下来啊。之前他是广告文案啊，他之前是广告文案，就是公司里的那个。写什么公众号啊，写这个品牌策划，广告的那个 slogan 呐，包括广告的一些拍摄的脚本呐，可能会这样啊。这是执行层面的，还有广告策划的。对。是，所以就是我俩刚在一起的时候。